你有冇認真照過鏡仔細睇過自己塊面？你有冇發現同樣係幾十年嘅老同學、老朋友，有啲人越嚟越慈祥，好似一尊笑法，令你一見到就想行埋去傾兩句；但有啲人卻越嚟越粗，成塊面寫住生人勿近。你以為係天生嘅，係命運刻好嘅毛，根本冇得改。我話俾你聽，你大錯特錯啦！你後半生嘅財運，你啲子女係咪孝順？你嘅晚年有冇旺財命？其實早就寫咗喺你塊面度，只是你冇留意，又或者日日行過塊鏡都冇仔細睇過。今日我就同你貼底講清楚，藏喺你塊面嘅3個部位，佢哋直接主宰住你晚年能唔能夠大富大貴，能唔能夠俾子女嘅福氣包圍。呢段內容可能會比較長，但如果你真係想為自己未來幾十年嘅運程打算，唔想留低遺憾，唔想變成一個晚景淒涼嘅孤獨老人，更加唔想連養老嘅本錢都守唔住，咁你今日一定要安安靜靜聽我講到最後。呢啲道理學校冇教過，你嘅父母可能都唔識。呢個係我用幾十年嘅人生經歷驗證出嚟嘅精華。我哋先從根源講起。我問你一個問題，你覺得咩叫老來福？喺銀行戶口有數唔清嘅數字，但一個人攤喺病床度，連幫你斟杯水嘅人都冇，定係錢啱啱好夠使，但身邊總係圍住關心你嘅人，連村裏面隻狗見到你都搖尾。好多人耗盡一生精力去追求財富，買樓炒股，供書教學，以為俾咗子女最好嘅物質就等於有咗美滿嘅晚年。但嚟到我呢個年紀，見過嘅人夠多，經歷過嘅事夠多，你就會發現完全唔係咁回事。我坐喺輪椅上面超過40年，由壯年時期就不得不面對人生最大嘅打擊，雙腳砍窗嘛。但我冇停低落嚟，我去過全世界好多城市，接觸過唔同種族嘅人，研究過各種關於面相同命運嘅關聯。我可以負責任咁話俾你聽，一個人有冇福相，尤其係晚年嘅運氣，同子女緣嘅深淺關係非常之大，遠遠大過你荷包入面有幾多錢。呢個唔係我隨口講嘅，呢個係老祖宗傳落嚟嘅一套系統，係歷經千百年嘅大數據。但呢啲數據要配合修心先可以解讀，我從來唔會用佢嚟同人算命。如果你因為今日呢條內容覺得自己黑白唔夠圓潤，或者想去做啲奇怪嘅整容手術，咁就係對我專業最大嘅誤解。呢個係我今日成段分享最核心要傳達俾你嘅信息。好，我哋就由你最容易觀察到嘅地方開始講。下巴喺傳統商學裏面，我稱佢為地基，你明唔明？就係承載你人生大廈嘅根基。你諗下，一棟樓地基打得好流暢先可以起得高，如果地基唔穩，棟樓就容易歪斜甚至倒塌。人嘅地基就係你人生最後階段嘅基礎。沙巴呢個位置主管嘅就係你個晚景，亦即係你60歲以後嘅安穩。你晚年究竟係安逸享福定係橫波操勞，完全反映喺呢度。你觀察下身邊嗰啲福氣好嘅老人家，佢哋嘅下巴通常生得圓潤飽滿、結實有力，有啲甚至仲有啲向前兜出嚟嘅感覺。只要呢個地方有肉，而且沉穩紮實，咁就係福氣嘅象徵，就好似一個兜底嘅寶袋，能夠將你一生積累嘅財富同子孫福氣都穩穩陣陣咁接住兜得住。擁有呢種下巴嘅人，晚年多數能夠享受到真正嘅物質生活，而且唔會胡亂揮霍，因為佢哋嘅性格通常比較穩重。唔會輪到老先至走去學人哋兜身家，自然就能夠將財富留住，甚至越老越富貴。但呢個仲未係最美妙嘅地方，你發現未？下巴生得好嘅人，通常連子女都特別乖巧聽話。呢個係點解呢？因為呢個係家庭緣分嘅關鍵。下巴代表嘅就係你真真正正嘅居家傳承，你嘅晚運好唔好都寫晒喺上面。佢傳遞俾子女嘅係一種穩如泰山嘅安全感。子女無論喺外面遇到幾多風浪，只要一諗到翻到屋企有父母呢座靠山，個心就會踏實。佢哋能夠感受到嗰種安穩，自然就會產生敬畏同親近之心。呢種親近唔係靠你每月俾幾多零用錢換翻嚟嘅，而係一種源自血脈嘅凝聚力調翻轉頭。你睇下嗰啲下巴尖削後縮，甚至冇下巴嘅老友記，先唔講晚年財運特別容易左手嚟右手去，淨係家庭關係上好多時候
就會出現需要你頻頻操心嘅情況，子女可能由細到大都吊兒郎當，或者成年之後仲需要你頻步去幫佢哋執手尾。遇到呢種情況，唔好再淨係顧住操心子女，都回頭審視下自己。我只不過係想透過呢啲觀察話俾你聽，面上係一個極其誠實嘅記錄儀，佢記低咗你一生嘅習慣同心境，你前半生點樣對待家庭，點樣管理財務，你嘅人品高低，通通都會喺你塊面浮現出嚟。尤其係喺呢個代表晚年嘅下巴上面。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咁我天生下巴就生得好縮，係咪就冇得救？唔使急，呢個正係我最想帶出嘅重點。雙學如果只係睇呢個固定形狀，就太過流於表面啦。我研究咁多年，一早發現天時喺度變，地氣喺度變，人更加有機會改變。但改變嘅起點唔係你去折騰個下巴，而係由你個心出發。你調翻轉頭諗下，一個下巴尖削嘅人，往往喺性格上表現得比較急躁，容易轉牛角尖，做決定嘅時候猶豫不決，又或者乾脆武斷衝動。你嘅呢啲性格特質先至係導致你晚年冇辦法守成嘅關鍵原因。一遇到投資機會就好容易俾人晃悠做錯決定，對子女又缺乏耐性，越啲就破口大罵，親子關係自然好得去邊。所以要補救嘅地方，關鍵在於你要刻意去培養自己穩重嘅質地，食飯食慢啲，多咀嚼幾下，呢個動作本身就已經可以鍛鍊你下巴嘅肌肉。更重要嘅係可以訓練你嘅耐性。講嘢之前停一停，諗下嗰啲可能會傷害家庭和氣嘅字眼，將佢吞翻落肚。遇到任何投資機會，特別係嗰啲標榜高回報快回報嘅，你先問自己幾個問題：世上係咪有免費午餐？錢會唔會由天跌落嚟？如果呢個投資輸清光，會唔會影響我嘅退休生活？推薦呢個項目嘅人，佢自己又有冇投入成副身家落去？當你能夠慢慢將呢種穩健融入你嘅血脈入面，你會發現你嘅眼神會變得唔再漂浮，你講嘢嘅語調會變得沉穩同穩和，最終你塊面上嘅肌肉線條亦會跟住改變，慢慢變得圓潤飽滿起嚟。呢個就係我一直講嘅心改則相改，心善則面善。如果你亦都希望晚年能夠有一個兜底嘅寶袋，裝得住福氣同錢財，記得留意接落嚟嘅內容。我要陪你一齊行呢段修心順遂嘅路。講完下巴，我哋將視線稍微向上移少少，睇下你眼睛嘅正下方呢個位置，喺商學裏邊有個好好聽嘅名叫子女宮。你同子女嘅緣分深淺，佢哋將嚟有冇出息，會唔會令你操心？你到老有冇依靠一半嘅玄機？已經透露喺呢笪地方一個生得好嘅子女宮，最理想嘅狀態係飽滿有肉，好似一條細細嘅柱門趴喺嗰度，顏色光亮，冇閘門，亦都冇網狀嘅細門，更加唔可以有黑印或者斑點。擁有呢種特徵嘅人，通常同子女緣分深厚，關係親密，而且子女好有出息。好多時候，佢哋嘅子女由細到大都唔使父母點樣操心功課，讀書自覺得很。長大出嚟社會做嘢又有貴人相助，事業有成，連帶父母嘅晚年都過得特別安樂，呢個就係子女宮帶嚟嘅福氣。你聽我講，我雖然冇親生嘅子女，但我一生教導過嘅學生後輩遍佈天下，佢哋對我都非常尊重同照顧，呢種被溫暖包圍嘅感覺，可能從某個角度印證咗傳承同福氣嘅奧妙。呢種廣義嘅傳承就係子女宮所體現嘅另一種層面嘅福分。但係如果你發現自己嘅子女宮困條凹陷，佈滿好似蜘蛛網一樣嘅細紋，甚至長期灰暗無光，咁就要特別留意啦。呢個係一個好強烈嘅信號，提醒你喺處理同子女嘅關係上，好大機會已經出現咗問題，而且呢個問題嘅根源好大機會喺你自己身上。點解咁講呢？我帶出過好多為人父母者，特別係亞洲父母死都唔肯承認嘅一個盲點，就係控制症。你以為你嘅初心係愛係關心，但喺子女睇嚟可能完全唔係嗰回事。你日日催促佢讀書做嘢結婚生仔，喺精神層面嚟講就係一種極其沉重嘅能量索取。你每打一個電話去問候，表面上關心，實際上係喺度向子女索取一份安全感。你要佢不停地向你回報，嚟安撫你自己內心嘅焦慮。喺長期承受呢種以愛為名嘅壓力之下，子女嘅本能反應就係走，身體可能冇走遠，但個心會同你越行越遠。你同佢講10句嘢，佢可能只係回你幾個字。
呢種家庭矛盾日積月累，最終就會反映喺你個子女宮上面，形成一道又一道嘅紋路。如果子女宮嘅氣息長期暗淡，子女緣分差，有啲甚至會發展成白頭人送黑頭人嘅慘劇。呢番說話聽落嚇人，但背後嘅道理好簡單，就係要你審視自己，你再繼續用錯嘅方法去愛，結果只會互相折磨。咁點樣先至可以扭轉呢個局面，令子女宮重新煥發光彩呢？辦法依然係收你嘅心。首先，你要將眼神由生氣轉變為慈愛，你試下放鬆成塊面，特別係放鬆眉眼周圍嘅肌肉，然後靜落嚟，想象你個子女仲係嗰個最討人歡喜、最令你開心嘅細路仔，保持住嗰種溫暖嘅感覺。你再就去照鏡，你會發現你個眼神瞬間變得柔和，多咗幾分光彩。呢個就係我所講嘅慈愛眼神。子女感受到呢種慈愛，佢哋心入面嘅防禦機制就會慢慢降低，先至會有空間主動行近你。再者，你要捨得放低掌控嘅裝忙，放低唔係叫你唔理唔顧，而係放低對子女不切實際嘅期望同控制。子女係獨立嘅生命個體，有佢自己嘅人生軌跡。你可以用你嘅價值觀去灌溉佢哋，但唔係強迫佢哋必須行一條你認為最安全嘅路。就算佢哋選擇行一條比較騎馬嘅路，只要你喺背後默默支持，做佢哋最後嘅安全網，呢個先至係最有智慧嘅父母之愛。當你真係做到呢一點，嗰啲好似蜘蛛網咁纏繞住嘅執住嘅視線就會慢慢鬆開，視線一鬆，你塊面上子女宮嘅嗰啲雜紋同暗沉，自然就會隨之淡化同轉變。呢個唔係咩玄學心理，而係心理直接影響生理嘅客觀規律。如果你覺得心入面成日都放唔低對子女嘅牽掛，咁好正常。為人父母呢份愛係天性。但正正因為我哋更加要學習用有智慧嘅方式去表達。記得留意我往後一系列關於同成年子女溝通化解家庭矛盾嘅專題內容，我會用我幾十年嘅閱歷同智慧幫你解開呢啲心結。講完子女宮，你要更加留意嘅係你對眼嘅眼神，呢一點好多人忽略咗，以為對眼只要大就係好。你太後生啦，眼神先係面相嘅主宰。我見過好多老人家，七五官可能生得唔錯，但眼神係空嘅、散嘅、冇光嘅。佢哋望住子女嘅眼神好似隔住一層磨砂玻璃，又或者係充滿住唔信任同批判。這種眼神會直接破壞晒一個好嘅子女宮所帶嚟嘅福氣。子女感受到嘅唔係你嘅關懷，而係你嘅壓迫感。佢哋嘅本能反應就係逃避。相反，有啲老友記可能五官平平，甚至有啲瑕疵，但嗰對眼望出嚟係慈悲嘅，係溫暖嘅，似一盞舊式嘅暖光燈，唔刺眼，但令人好想留喺呢個光環裏面。呢種眼神本身就係一種強大嘅感應力，可以化解好多家庭裏面嘅戾氣。你諗下，如果家庭成員都願意被你呢種眼神注視住，個心自然會安定落嚟。到嗰個時候，你個子女宮就算本來有啲唔好嘅紋路，都會被你呢股柔和嘅光彩冚住，變得冇咁有破壞力。所以你想知道自己同子女緣分好唔好，先唔好忙住照鏡睇紋路。你試下望一望自己嘅眼睛，你放鬆塊面，唔做任何表情，就靜靜咁望住鏡中嘅自己。你覺得你嘅眼神係人哋會想親近嘅眼神嗎？如果連你自己都覺得有啲抗拒、有啲冷，咁你就真係要停一停，反省一下，你呢對眼究竟向身邊最親嘅人傳遞緊咩信息？係支持定係索取，係接納定係批判？呢個反省嘅過程就係修心嘅開始。我20歲嗰年雙腳突然紮瘡盲，呢種打擊足以令一個人嘅眼神充滿怨恨同絕望。我當時都照過鏡，我見到自己嘅眼神可能會變成點，但我選擇咗另一條路。我選擇去讀書、去思考、去接觸更廣闊嘅世界。我唔想我嘅人生就咁沉淪，更加唔想我嘅眼神由一個朝氣蓬勃嘅後生仔變成一個怨氣十足嘅行屍走肉。我開始鑽研傳統智慧線，細時時雖然冇上，但喺變化當中永遠保留住人可以努力嘅空間。如果唔可以用雙腳去丈量呢個世界，但我可以用頭腦、用我嘅閱歷同觀察去驗證書本上嘅道理。呢個過程唔單止豐富咗我嘅知識，更重要嘅係滋養咗我嘅心靈，令到我嘅眼神可以保持一份對世界嘅好奇同溫暖，冇被苦難吞噬。我講呢段經歷出嚟唔係要炫耀，而係想你明白人生嘅路，尤其係去到中晚年一定會遇到逆境。
一定會遇到令你想放棄嘅時候，你可以選擇沉淪，你嘅面上就會反映一切，眼神充滿戾氣。但你永遠都有另一個選擇，就係好似鳳凰浴火一樣，喺水片中將自己重新拼湊成一個更堅強、更有智慧嘅人。當你咁樣做嘅時候，你成個氣場，你嘅面上就會跟住變。呢個係一個生命擴闊新生後最強而有力嘅證據。講完眼睛，我仲要講一個更加容易被忽略，但主宰你一生福氣壽命嘅部位。你平時有冇認真摸過你自己嘅耳仔？好多人只係關心耳廓外面有冇沾滿，耳珠夠唔夠好，但係對耳珠嘅呢個位置，好多人年紀大咗就變皺變薄，咁你就大錯特錯啦。喺傳統相學裏邊，耳仔有個好雅致嘅名叫採天官，顧名思義，呢個器官係用嚟採收天地嘅靈氣，聽世間嘅聲音。因此，一隻生得好嘅耳仔，反映嘅係你嘅腹部根基有幾好，你嘅胸襟有幾廣闊，以及你有冇旺財嘅命。我見過唔少人發夢都想有旺財命。我都先講一下咩樣嘅耳仔最旺財，尤其係對上年紀嘅人，耳珠一定要又大又好，好似一粒飽滿嘅花生米掛喺耳垂上面咁樣厚實飽滿嘅耳珠，喺相學上就叫做有福氣。你會發現絕大部分長壽慈悲嘅老人家都有呢種特徵。點解？因為耳珠喺面相上代表嘅就係慈悲同容納。你嘅耳珠夠大，代表你呢個人夠聽話。呢個聽話唔係盲從，而係指你聽得入人哋嘅意見，特別係嗰啲逆耳嘅忠言。一個聽得入人哋意見嘅人，心胸自然廣泛，唔會因為一句難聽嘅說話就暴跳如雷。呢種胸襟本身就係一種巨大嘅福報。你諗下，一個喐啲就發火，喐啲就怨天怨地嘅人，就算有座金山擺喺面前，都冇福消受，因為佢嘅能量全部消耗喺怒怒同抱怨上面調翻轉。一個心平氣和，每日都願意聽一聽，笑一笑，分析完先至做決定嘅人，自然可以留得住財，更加可以吸引到貴人。呢度帶出一個更深層次嘅問題，就係憑咩話耳珠大嘅人會有旺財命？你理解嘅旺財可能係中彩票，係天光旺財，但我可以話俾你聽，真正嘅旺財係預期之外嘅好運。點解好運總係降臨喺呢啲人身上？因為佢哋心量夠寬，耳仔夠靈敏。打個譬如，今日嘅投資市場風高浪急，有人同你講某隻股票能夠賺大錢，耳珠生得好嘅人，佢聽咗之後唔會即刻做決定，佢會諗辦法去收集更多資料，聽取相反嘅意見，分析宏觀大環境，然後順勢而為。因為佢能夠聽盡各方言論，所以比任何人都睇得通透。到最後佢做嘅決定雖然唔一定百發百中，但就避開咗好多人因為資訊唔對稱而造成嘅巨大損失。避開陷阱本身就已經係一種贏，而且正因為佢聽得入忠言逆耳，身邊嘅貴人就特別多。有啲人得到內幕消息或者一個好嘅賺錢機會，第一個就想話俾佢知。因為同佢講道理，佢聽得入，唔會潑你冷水，更加唔會轉頭就出賣你。機會就係咁樣嚟㗎，佢自己積累落嚟嘅財富喺外人眼中就係旺財，覺得佢死好命，但喺我眼中佢只係通過自己嘅好性情、好耳仔收嚟嘅必然結果。所以你唔使再羨慕人哋有旺財命，你先問下自己，你嘅耳仔究竟聽唔聽得入忠言逆耳？如果你耳仔淨係聽得入甜言蜜語，一聽到人批評就關門，咁就算有個天字嘅黃金機會擺喺你面前，你都聽唔到，因為你個心已經塞滿咗自以為是嘅神。想想晚年總有運行，總有翻身機會，第一步就係打開你嘅耳仔，洗乾淨佢。由今日開始刻意去聽一啲你以前唔願意聽嘅說話，可能係子女對你嘅真心投訴，可能係伴侶對你嘅不滿，可能係一啲你唔中意聽但其實好有道理嘅觀點。聽完唔好急住反戰，將個心沉澱落嚟。呢個動作就係喺度滋養你嘅採天官，喺度為你晚年嘅旺財命鋪路。如果你想收好呢對耳，想知道更多如何喺混亂嘅時代保持清醒，從而揸住屬於你嘅機會，咁你就要堅持留意我接落嚟嘅分享。我唔會同你講邊度可以發大財，而係會同你講一啲你聽完可能會唔係幾舒服，
但對你長啥有用嘅長相，呢條路唔容易行，但正正因為唔容易，修成嘅福報先至會好。好啦，如果啱先講嘅3個部位，下巴、子女宮同耳仔係你人生基本面嘅重要資產，咁我而家要講嘅就係親手改寫你人生劇本嘅方法。你有冇聽過一句說話30歲前嘅樣貌係父母俾嘅，30歲之後嘅樣貌係自己收嘅？呢句說話流傳好廣，但我可以好肯定咁話俾你聽，呢個界線應該推遲到50歲，甚至係50歲之後，因為50歲係古人所講嘅知天命之年。去到嗰個歲數，你一生嘅喜怒哀樂，因緣際會已經沉澱得七七八八，你前半生種下嘅因開始結出肉眼可見嘅果。你係一個樂觀堅毅嘅人，定係一個休戚怨懟嘅人？你塊面上嘅每一條肌肉、每一條皺紋，都會毫無保留咁出賣你嘅心。心傷係動態嘅，係流動嘅，係每分每秒都喺度變化緊。你今日聽到我呢條分享，如果你內心真係有所觸動，真係決定要改變，由聽日開始，你塊面上嘅氣色就會出現微妙嘅變化。呢個唔係迷信，呢個係心理學，係神經科學。你嘅情緒會直接影響你面部肌肉嘅使用習慣。一個成日笑嘅人，佢個蘋果肌自然會飽滿上提，連帶成個下巴嘅肌肉線條都變得更加柔和圓潤。一個成日心懷感恩嘅人，佢嘅眼神自然係柔和嘅向下彎嘅。呢種習慣會持續滋養成個眼周，令眼周保持光彩同彈性。因為呢個部位每時每刻都受到正能量嘅滋養。相反，一個成日黑口黑面怨天怨地嘅人，佢塊面上嘅肌肉就會向下垂，嘴角向下拉，眉眼向下垂。久而久之，就算佢本來有個唔錯嘅下巴，都會被嗰種向下嘅力量破壞晒，線條變得刻薄。呢個改變嘅過程就好似水滴石穿，唔係一朝一夕嘅事，但佢係絕對真實嘅物理變化。咁究竟要點樣修心先至可以修出一張福氣臉呢？我歸納咗3個自己用咗幾十年嘅方法，好簡單，但要持之以恆嘅話，一啲都唔簡單。第一個方法叫熄滅心頭火。呢個世界令人憤怒嘅事情太多太雜連打，俾人搶先一步入去都可能火冒三丈。你每發一次脾氣，你個身體就會分泌一次壓力荷爾蒙，呢樣嘢會令你嘅血管收縮，皮膚質素變差。更嚴重嘅係會刻喺你塊面度，你試下喺鏡前面扮一個好嬲嘅樣，眉頭深鎖，眼神豁狠，嘴唇敏感，你睇下你自己都可以喺鏡入面感受到壓迫感。咁你啲子女、你個伴侶、你身邊嘅人會感受唔到咩？所以修心嘅第一步就係要喺怒火升起之前深呼吸幾下，呢幾下呼吸就係一個緩衝區，俾機會你去選擇究竟要唔要俾呢把火燒起上嚟。每次成功止住一次怒火，你塊面上嗰啲代表臉怒嘅線條就會放鬆少少，久而久之呢張臉就會少咗好多戾氣，多咗好多歡喜嘅紋路，嗰啲係肉眼可見嘅轉變。第二個方法叫屯上恆心，我唔係叫你一定要捐錢或者去做義工，當然你咁樣做會更加好。我所講嘅恆心係喺日常生活中習慣性地釋放善意，同管理員講聲早晨，對幫你斟茶遞水嘅伙計俾多個笑容。呢啲看似微不足道嘅小動作有2個巨大嘅作用。第一，根據吸引力法則，你釋放善意出去，你就會吸引翻善意翻嚟，你成為微笑嘅發洩場，你身邊就會聚集更多願意笑嘅人。你成日話自己老、自己窮、自己冇用，你身邊就會充斥住同樣負能量嘅人。第二，當你主動釋放善意，你嘅大腦會分泌一種物質，呢種物質會令你感覺良好，降低你嘅壓力水平。當你內心平靜愉悅，你塊面上嘅肌肉就會處於一種最自然、最放鬆嘅狀態。呢種狀態就係養出福氣臉嘅最佳土壤。你睇下嗰啲生活得好安穩嘅長者，佢哋塊面未必冇皺紋，但嗰啲皺紋係向上舒展嘅，成個氣場俾人嘅感覺非常舒服，令人好想親近。呢種氣場就係一日透過騰上恆線灌溉出嚟嘅。第3個方法亦都係最難嘅一個，叫放低。佛家講放低，我都講放低，但我唔係叫你消極避世，嗰個放低係叫你放低對身為物不切實際嘅執着。尤其係對我哋呢啲年長嘅人嚟講，最大嘅執着往往集中喺2樣嘢上面：錢同子女。關於錢，你擔心通天已食你個老本，呢個好正常，但如果你長期被呢種鴻系金貴，你就會變得精
緊跟節奏，刻薄孤寒。呢種心態一出，你嘅下巴就會收縮凹陷，你只會越爭越秀，越遜越輸。你要學習一個概念叫夠用，你要諗清楚自己真實嘅需要係幾多。當你達到咗嗰個安穩嘅底線，你就要學識知止，唔再被無窮無盡嘅貪醬所驅使。你嘅安全感最終係嚟自你內在嘅安定，而唔係銀行戶口嗰個永遠令你覺得唔夠嘅數字。至於對子女嘅執着，頭先喺講子女宮嘅時候已經講得好詳細，你要放低對佢哋嘅控制，放低佢哋一定要聽你話嘅期望，你要接受佢哋係獨立嘅個體，有佢哋自己嘅命運軌跡，你嘅角色係顧問，係嗰條永遠會承接佢哋嘅安全網，但絕對唔係導演或者編劇。當你真係可以放低呢份執着，你同子女之間嗰種無形嘅壓力就會消失。你會發現，當你唔再步步進逼，佢哋反而會願意回頭行近你。而你塊面上子女宮嗰啲代表粗心嘅紋路，就會因為你心態上嘅放鬆，慢慢被新陳代謝修復，變得平滑起嚟。呢三個方法，熄滅心頭火，燙上紅線，放低執着，聽落係老生常談，但呢個世界嘅真理往往就係隱藏喺最簡單嘅道理裏面。像我坐喺輪椅上面超過40年，對人生嘅體會比任何人都深。我失去健康嘅雙腳，呢個事實冇得改變，但如果我因此成日怨天尤人，將所有不幸都歸咎於天意命運，我嘅面相肯定唔係你今日見到嘅咁樣。好多人同我講，我嘅面相屬於清奇，唔係嗰種大富大貴嘅相，甚至有啲人話係高增相。我聽完當然開心，但真正令我明白嘅係面相可以改，命運可以靠修心修出嚟。我用我嘅智慧，我嘅堅毅，我永不放棄嘅樂觀精神去改寫我生命嘅軌跡。我去讀書交學，去做研究，去世界各地遊歷，將我嘅生命活得比好多身體健康嘅人更加精彩同寬廣。我做嘅一切唔係為咗證明俾邊個睇，而係要對得住自己。當我咁樣做嘅時候，我嘅內心充滿住一股強大嘅能量，呢股能量滋養着我嘅每一個細胞。你今日見到我可能會覺得我精神飽滿，中氣十足，呢個就係心傷。我內心充滿溫同智慧，我對世界總有好奇，我對人總有一份關懷。呢啲正能量就會透過我嘅眼神，我嘅面部表情，甚至我嘅氣息呈現出嚟。所以唔好再問有冇改運嘅捷徑啦，一切都係由心出發。只要你肯收心，願意改變你嘅心態同心境，你塊面上嘅輪廓就會慢慢變得柔和，嗰啲線條就會慢慢變得舒展，呢個運氣亦都會跟住慢慢轉變。呢個唔係咩安慰嘅廢話，呢個係宇宙運行嘅規律，天嘅運行剛健不移，從不停止。你要做嘅就係順應呢種力量，做一個自強不息嘅人，主動去改變自己。當你心變，你嘅相就會變，相變氣息就會變，好運自然會跟住轉。呢條路絕對唔容易行，尤其去到咗我呢哋咁嘅年紀，好多習性已經根深蒂固，要改變就好似要將一棵種咗幾十年嘅大樹連根拔起，好難。但係難變唔代表冇可能，就希望呢個頻道能夠一路陪住大家一齊修身養性，安享晚年。我唔會同你講嗰啲好聽但冇用嘅廢話，我講嘅每一句說話都係我親身驗證過，用血淚同汗水換翻嚟嘅體驗。我今日將呢啲夾藏咗古今智慧嘅說話講俾你聽，只係希望你喺人生最後嘅階段可以活得更安樂，更有尊嚴，更加豐盛。如果你覺得今日我呢番說話有觸動到你嘅內心，令到你有所感悟，請你順手幫我點個讚。呢個讚唔單止係對我嘅支持，更加代表住你向自己許下嘅承諾。你願意由呢一刻開始去修好你嘅心，去改好你嘅相，都請將呢個內容轉發俾你身邊每一位需要關心或者需要被點醒嘅老朋友。呢個轉發嘅動作都係種福氣，因為你可能就係咁樣改寫咗對方嘅下半生。想聽我講更多真心話，想知道更多關於晚年如何修心轉運，如何處理家庭關係，如何在呢個喧眾嘅世界裏守住自己內心嘅平靜，今日就一定要關注呢個頻道。記住呢個頻道叫一路順風，呢條路唔需要逆天而行，而係要順應天道，順住自己收嚟嘅福氣而行。關注之後記得打開旁邊嘅提示，每逢我有新嘅體驗、新嘅分享，你就會第一時間知道。
最後，如果你覺得自己近期嘅運勢唔係幾順，或者身邊總係有啲磕磕牆，下期內容一定要睇。我會用古老嘅智慧配合宏觀嘅視角去分析嚟年嘅氣運走勢，當你可以提早準備，就能夠順勢而為。好啦，今晚就講到呢度，記住我呢句說話，修復氣唔需要你嫌棄自己，而係要你由今日起好好地睇清楚自己，然後用我教你嘅方法，一日一日咁將你自己變成嗰個更加有福氣、更加快樂嘅人。我哋下條分享再見。